Hello， 大家好，我是Michiox。在不久之前呢，体验了一下这个 BOSS 的耳机 QC35。后来有人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一直说啊，索尼的某一款耳机多么好，非要让我想办法测试一下。今天呢，正好就是有网友送过来一台所以我们今天应网友要求，在网友的帮助下，我拿到了索尼 MDR1000X， 对，没错，就是这款。OK， 我们看一下包装盒。包装呀，感觉比以往上了一点点档次，白黑配，很喜欢。索尼 MDR1000 Wireless Noise Cancelling， 就是在拿到之前呢，网友就说它这个消音功能真的很棒。我也很期待。好，支持 Hi-Res Audio， 然后哇一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不说了。在背后呢就是这些简介，还有一些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参数啊。我个人呢是不在意的，因为它这上面号称是下一代的无线消音立体声耳机。我天哪，耳机不都是立体声吗 ？OK， 打开之后，大家看这边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在盒子里面会有一个彩色图案啊，这个不知道什么寓意啊。对不起，拿反了。在桌面上面有一个索尼的标志，感觉还是不错哦。这么折叠式，哇哦！打开之后呢，依旧看起来很高档的样子。然后盒子里边 ，OK， 有一个这样的3.5毫米接头的这个连接线，然后还有一份说明书和 Micro USB， 可能现在 Micro USB 真的很流行了。USB Type C 还没有替代所有的人，挺期待的。好了，3、2、1，哇哦，感觉真的跟 QC35 的包装有点像可以看到，除了耳机呢，这边还是有一个在飞机上用的这一个插头。飞机上真的那么吵吗？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对飞机这么贴心呢？这么照顾呢？当然火车也行纯黑啊，在这一侧呢写着 MDR1000。索尼，然后这是右还是左呀？这是右，在它的这个部位呢，一个 L 一个 R， 我不知道为什么 R 用成红色啊？难道右侧有什么玄机吗？然后摸了一下里边，感觉还有深藏不露的感觉。在耳机的左侧这一部分呢，有一个叫做 Ambient Sound， 这应该是调整一种环境音的。NC 不知道，电源在这边。Input 就是用这条线来连接的使用起来不知道难不难，直接打开试试看。OK， 长按之后 ，OK， 我们把它哇，戴上去之后，突然间感觉瞬间我自己的声音低了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试用一下，感受一下 ，Let's go。在通过蓝牙跟手机连接之后呢，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不同之处，就是触摸操作。通过耳机右侧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通过双击进行播放和暂停，同时往上这个方向滑动进行音量调大，往下进行音量减缓，同时呢也支持这样左滑右滑进行上一首和下一首。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键激活去噪功能。另外呢，这款耳机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是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音进行智能的分析，长按 NC 按钮的话就可以实现，效果还真的不错。另外呢，耳机的这个整体设计我觉得还 OK， 戴上去之后还是整体比较舒适的。对于音质我一个人说不准，于是乎呢，我来到了 JD 家，利用它新购置的这款据说是音质比较高的这个音乐播放器进行一下聆听。我呢邀请 JD 呢，今天也是花一点点时间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他心中对这款耳机的一些关于音质方面的看法。我要有一个前提说一下，因为米哥今天没有带来他那个就是这款耳机输入的那个耳机线，所以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连接那个线然后去听。现在我已经入手了一个安科的这个 DPX1A 这款播放器也是一个 HiFi 级的播放器，反正这个用来评测耳机是挺好的。然后我用这个听了一下，因为这个安科的这个它用的是安卓系统，而且里边有蓝牙，所以呢我只是用蓝牙连接了一下，做了一个简单的就算是耳机的评测吧，就在无线的条件下，因为这个
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线材对于耳机的这个影响也会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只说一下这个无线的情况下吧。从整体的音质上来说，它就是很符合一个高端耳机的一个说法吧。高频上中规中矩，然后中频呢也是那样。低频呢还是有点问题，会偶尔会听到低噪，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信号传输的问题。高频的方面，它的那个域还是很广的，能延伸到很长。然后如果是那种有回音的，然后这个声音的忽远忽近，然后它的那个表现还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动圈耳机，所以呢它的声音还是偏暖。然后大家都知道，索尼对于声音的这个渲染方面，对于我来说啊还是很严重的。就是索尼的耳机自带对声音的渲染，听一些节奏感稍微好一点的音乐，比如说摇滚啊，或者是舞曲之类的，这款耳机相当的合适。但是你比如听古典的话，你会觉得它少了那么一分纯粹。这就有点玄学，就是感觉就是乐器单纯发出来的声音，它用那个曲调去把你带入一个意境，但是总有那么一丝丝其他的情感揉在里边，然后这样，总的来说呢，这款耳机还是不错的，还是对得起它包装盒上那个 Hi-Fi Resource 那句话，还是对得起的。因为在无线的连接的情况下，它这款耳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瑕疵，但是也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我觉得如果要是用线连接的话呢，它一样可以表现得很好，甚至表现得更出色一点。另外呢，关于降噪部分 ，JD 正好有一款就是据说是上一代的产品，也是来自于索尼。然后我还真的两款对比了一下，不听不知道，一听真的吓一跳。新款的耳机较之于旧款的这台耳机，去噪功能呢大概增强了20%到30%，但是在我耳朵当中一听呢，一瞬间感觉绝对不止30%，会更多。正如 JD 所说，索尼这款耳机呢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同时也没有特别遗憾的地方，所以经过几天的试用之后呢，我跟大家有以下的话要讲，当然了，全部都是主观的个人使用体验感受。在经过几天试用之后呢，我觉得索尼这款耳机 MDR-1000X 在音质上说实话还不错啊，相对来说呢，个人感觉音质还 OK。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智能操作，比如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双触停止，双触开始，前拉下一首，后拉上一首。但是我最惊艳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当时我在 CES 展上就接受过了它的功能，就是我们当时坐在一个飞机上，坐在飞机上一坐，然后旁边的那个服务员过来说，您可以把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我把手一贴上去之后啊，瞬间可以听到他说话了。因为我在他过来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个美女走过来喽。啊，你可以把这个放上去。这个功能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但是实用之余呢，是有点鸡肋。为什么说鸡肋呢？因为当你需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别人过来跟你说老半天了啊，你不搭理他，过来摸你一下，或者啊你好，但是呢，相对于其他耳机，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智能的。但是也有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它是触控的，所以我们在使用当中呢，容易误触。之前我在打篮球的时候，确实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在打篮球这样，然后头有点热，然后切歌了。就非常的悲剧。然后在去噪处理上呢，模拟一下声音。现在播放音乐，我没有带上，所以你可以听到周围的有一些声音，但这声音呢不是特别吵，因为我本身在一个公园附近。但是如果我把它带上去之后，没有开去噪哦，依稀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风声，有一些鸟叫。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叫，但是如果我们开启这个去噪的话，不是瞎了，是听不到，去噪能力相当的强，所以大家在佩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的安全。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你身后有一个小偷偷你包的话，你身体没知觉是完全可以偷走的。去噪能力毋庸置疑，然后续航量也长的惊人呢。从第一天拿到现在，我没怎么充过电。跟大家说一大缺点，就是这个耳机呢，我感觉无线耳机里边有点沉，所以我在戴上耳机之后，过一段时间呢，我的耳朵不会太适应，会有点疼。另外呢，这样的耳机有个通病，就是它不会在你的头上夹得很紧。
因为很多人呢戴无线耳机的主要目的啊，不是说无线非常方便啊，主要目的是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或者在户外，但是它不是特别紧，所以打篮球的时候会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的评测。如果大家喜欢这档视频的话，记得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我是米奇沃克斯，我们下期继续再见。哎呦，没摔坏了。